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姐的梅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云彩白画罩衫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区之社进入查看。这款衣服有2个尺码，不同尺码编织方法相同，只是针数行数略有不同。衣服包含主体、前后片下摆、袖边和领边。先织后片下摆，然后编织主体和前片下摆，接着缝合，最后在袖口和领口分别挑针织袖边和领边。开始学习后片下摆，后片下摆是长尾起针，然后编织几行双螺纹，中间编织交叉针花样，结尾几行继续编织双螺纹。大家按照箭头指向看图解。例如这里单数行都是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编织与图解相同的针法。双数行都是在反面编织，从左往右看图解，编织与图解相反的针法。下面请先学习右手长尾起针，然后片织双螺纹的方法。学会后起针并织完前6行，首尾的针法对照图纸编织即可。长尾起针后片织双螺纹花样，双螺纹整体上是2针下针和2针上针交替的纹理。首先进行长尾起针，起针之前需要将线头预留一定长度，通常是织片长度的3倍左右。具体长度参考图纸，将线头打一个活结。左手拿起一根棒针或环形针的一头，穿入线圈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1针，右手握住2根线，拇指和食指穿入这2根线中间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这根线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长线头挂在拇指上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。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。这是第2针，接着起第3针，将线绷直，针从下往上穿入拇指的线圈，再从后往前挑起食指的线，将线从拇指上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3针就起好了。继续起第4针，先将针穿入拇指挂的线圈，再挑起食指挂的线，并从拇指的线圈中穿过，松开拇指的线，稍微拉紧，第4针就起好了。注意，连接线团的线始终挂在食指上，预留的线挂在拇指上，不要挂错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起针。起到需要的针数即可。这个就是长尾起针法。起针完成后，
开始织第一行。第一行在正面编织，从右往左看图解，全部编织和图解相同的针法。注意不同产品织片首尾几针的情况会有所不同，大家实际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如果首尾的情况和小样情况不同，大家可以先看我演示上下针的织法，再对照图纸编织。可以看到，这里第一针是一竖的符号，表示下针。编织时，右手拿起一根棒针或者环形针的另一头，将线在右手小拇指上绕一圈，无名指和中指轻轻压住线。织下针前，线要放在右针的下方，然后将右针从上往下穿入第一个线圈中，注意不是两个线圈之间。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下针就织好了。第二针继续织下针，线在右针的下方，从上往下穿入左针的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下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下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一面，下方会形成辫子形状的纹理。在另一面看，下方这里是这样的一根横线，第三针是一横的符号，表示上针。注意，上下针交替时，要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，因此织上针前，先将线放到前方，然后织上针，将右针从下往上穿入线圈中，绕线，挑出，同时放开左针上的线圈，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第四针继续织上针，线继续在前方，从下往上穿入线圈，绕线，挑出，又一个上针就织好了。可以发现，上针织完后，对着自己的这一面，线圈下方是横线。从后面看，线圈下方则是辫子。继续织两个下针，注意这里要先将线放到织片后方再织。
完成后，继续织2个上针，不要忘记将线放到对应位置再织。完成后，继续交替织2个下针和2个上针，结尾几针对照图解编织，将第1行织完。由于起针的原因，第1行下针如果不太好织，也可以像这样穿入线圈织下针。现在小样第1行就织好了。如果大家不太会数行数，第1行织好后，可以在正面任意一个辫子上做标记，方便数行数，同时也相当于在正面做了一个标记。接着织第2行，第2行在反面编织，需要编织和图解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下针符号织上针，上针符号织下针。小样图解开头是2个下针符号，我织2个上针。注意，织上针要将线放在针的上方再织。接着是2个上针符号，织2个下针。大家也可以根据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上针纹理，也就是横线，就织上针。横线织上针。看到下方是下针纹理，也就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辫子织下针。继续对照纹理编织，将第2行织完。边缘一针纹理可能不明显，对照图解编织即可。
这样第2行就织好了。接着织第3行，同样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边缘一针纹理不清楚，对照图解编织。接着全部编织和下方纹理相同的针法，辫子织下针，连续2个横线，织2个上针，继续将这一行织完。最后一针同样可以看图解编织。往后每一行，无论正反面，都可以根据下方纹理编织。看到下方是横线，就织上针；看到下方是辫子，就织下针。这个就是双螺纹的编织方法。小样这里织好了几行双螺纹，我们可以在正面数一下行数。7号扣这个线圈是起针形成的，我们从上方这个辫子开始往上数，一个辫子就是1行。这里是5个辫子，再加上针上的线圈也算1行，因此我们这里总共织了6行。这个就是双螺纹数行数的方法。前6行织完后，我继续用小样讲解第7行的编织方法。小样针数行数都较少，主要讲解方法。这一行又是在正面编织，第1针织下针，然后织一个右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，先交换这2针的位置。右侧线圈在上方，交换线圈时注意防止线圈滑脱。然后依次织一个上针和一个下针，右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就织好了。接着织一个左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，先交换这2针的位置，左侧线圈在上方。然后依次织一个下针和一个上针，左上一针与一针上针交叉针完成。这一行接下来都是这2种交叉针交替编织。也就是下方是辫子纹理的这个线圈，始终在上方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编织。
最后一针织下针。现在小样第7行就讲完了。继续看第8行，这一行在反面编织，对照图纸就是交替织2个上针和2个下针，最后2针依次织1个下针和1个上针，将这一行织完。第8行织完后，继续织第9行。对照图纸，先依次织1个下针和1个上针，然后织1个右上1针交叉针，交换这2针的位置，右侧线圈在上方。然后分别织1个下针即可。右上1针交叉针完成，再织2个上针。可以发现，这2针下方也是上针纹理。这一行接下来就是交替织1个这样的交叉针。和2个上针，每次织上针时，下方刚好应该也是上针纹理。最后2针织下针。现在第9行就织好了。接下来第10行中间就是交替织2个下针和2个上针。第11行又是交替织这2种交叉针，只是先织的这个交叉针刚好与下方这里相反。剩余行数就是编织双螺纹，大家对照图纸将剩余行数织完，织完后不断线，这样后片下摆就讲完了。接着学习主体，主体是由41个织片组成，织片是按照这里的数字顺序编织的，只有这里织完后断线，再在这里重新取线编织，其余位置都不用断线。首先来看第一个织片，下方灰色格子是后片下摆的最后一行，可以不用看。这是一个三角织片，第1行在正面编织，只有2针，反面都是不加不减。后面每次在正面织完已有的线圈后，都要往后多织1针，直到达到针数就不继续多织。我这里是大码的图解，小码针数行数都有所不同，也就是大码达到40针，小码达到36针即可。请看我用小样演示。首先可以将下摆的线圈均分3份，并用记号扣隔开。
标记好后，开始织第一行。第一针划针，以下针方式挑下。第二针是划针尖尖所在的一行，织下针。第一行完成，剩下的线圈停留在针上，翻到反面，继续织第二行。第一针是划针，在反面织划针时，以上针的方式挑下不织，稍微拉紧线。第二针是划针尖尖所在的一行，在反面织上针。第二行完成，继续织第三行，翻到正面，第一针划针，以后在正面织划针时，都是以下针方式挑下；在反面织划针时，都是以上针方式挑下。划针都要稍微拉紧。第二针织下针，第三针就是多织的一针，织下针。第三行完成，继续织第四行，翻面，第一针划针，然后全部织上针。第四行完成，接下来每次在正面编织时，第一针都是织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将已有的线圈织完。织完后再多织一针。如果担心这里分不清边界，可以多织一针后套一个记号扣。每次在反面编织时，第一针织划针，然后全部织上针即可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一直织完倒数第二行。可以发现，倒数第三行多织一针后，就会达到需要的针数。再不加不减，织完最后两行即可。
现在我就织好了倒数第3行，继续织最后2行。这样，小样的第1个织片就织完了。织完后不断线，继续看第2个织片，可以发现第2个织片与第1个织片基本相同，只是第1行的第1针，这里直接织下针。这里是一针滑针。每次织下一个织片前，都可以用一个记号扣将织好的线圈隔开。从第2行开始，剩下的行数都与第1个织片相同。第3个织片与第2个织片完全相同。织完第3个织片的倒数第3行后，下摆的线圈就会全部被织完。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将前3个织片织完。这里我就不扣记号扣了，大家可以继续用记号扣隔开。织几行后，这个记号扣就可以取下了，这里比较容易分辨。现在小样前3个织片已经织好了，继续织第4个织片。先织一个卷针加针，右手手指像这样绕一个圈，套在针上。这个就是卷针加针。接着在反面织第1行。可以发现，这里单数行都是从左往右，看图解在反面编织。为了方便区分，黑色数字表示这个织片的第1行在正面编织，红色数字表示第1行在反面编织。这是一个左上2针并一针，
上方是划针的符号，因此当前这一行要在反面织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下一行织划针。先将记号扣往后移1针，然后织上针左上2针并1针，从右往左同时穿入左侧卷针加针的线圈和左侧相邻线圈，织一个上针。上针左上2针并1针完成，后面简称上针左上并针。在正面看就是下针左上并针的纹理。这里是边缘，纹理可能不是很明显。第一行完成。继续织第2行。在正面编织，第1针划针，然后加1针，第2行完成。继续织第3行。先织一个上针，然后移动记号扣，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，第3行完成。往后如果能分清界限，记号扣就可以不用扣。接下来，每次在正面编织时，第1针都是织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织完针上的线圈后加1针，每次在反面编织时，先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剩下一个线圈时，与已有的线圈合并，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。
按照这样的规律继续编织，直到将第3个织片的线圈全部并完。并完后，核对一下第4个织片的总针数。现在小样第4个织片就讲完了。继续看第5个织片，这是一个方形织片，也就是每一行的针数都不变。第一行是在第3个织片的反面挑对应针数，大码就是挑40针，小码就是挑36针。请看我演示。由于是在反面，就挑至上针。第3个织片边缘是这样一个个划针的大辫子，大致规律是一个辫子挑1针，挑到对应针数即可。最后一针挑起后，再同时与左侧这个织片的线圈合并，织一个上针的左上并针。这样的拐角位置挑针时，要确保挑好后没有明显的大洞。可以挑这样一根线，第1行就完成了。如果担心织错，同样可以用记号扣将这里隔开，我就不隔开了。接着织第2行，往后每次在正面第1针都是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。反面第1针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上针。最后一针要与左侧织片的线圈合并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直到将第2个织片的线圈并完，也就是最后一行
在反面并完最后一个线圈后就结束了。如果中途一团线用完了，或者遇到结，就将结剪断，然后重新接线，将线头打结。拉至根部，继续编织即可。线头可以后期统一处理。现在小样第5个织片就织完了。接下来第6个织片与第5个织片针法完全相同，也就是每次反面最后要与第1个织片的线圈合并织上针左上并针，直到并完第1个织片的所有线圈。大家参考第5个织片的演示，将第6个织片完成即可。第6个织片也完成后，继续织第7个织片。第1行，在第1个织片的侧边均匀挑织上针。如果这里不太方便，可以用棒针织第1行。完成后，第2行第1针织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第3行第1针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上针，最后剩下2个线圈时，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。往后正面都是按照第2行的编织规律。反面都是按照第3行的编织规律。
也就是结尾要减1针，一直织完倒数第2行。最后一行直接在反面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。第7个织片完成，继续织第8个织片。第7个织片结尾的这个线圈算第1针，转移到右针上。对应这里第1行的第1针。再在第7个织片的侧边均匀挑至下针，最后一针挑织的同时，要与第6个织片的这个线圈合并，织左上并针。第1行完成。接下来每次在反面第1针就织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上针，在正面第1针划针，一一对应织下针，最后织一个左上并针，也就是与这个织片的线圈合并。按照这样的方法，直到将第6个织片的线圈全部并完，也就是最后一行刚好并完最后一个线圈。现在小样第8个织片就织完了。接下来第9个织片，第1行就是直接在第6个织片的侧边挑至下针，最后一针挑织的同时，与第5个织片的线圈合并织一个左上并针，往后都与第8个织片的编织方法相同。第10个织片与第9个针法完全相同，这里就是与第4个织片的线圈合并。大家继续将这2个织片织完即可。前10个织片完成后，第11个织片开始要先织2个卷针加针。
然后开始织第一行，就是在反面将这2针分别织一个上针，下方这里的线不要拉太紧。第一行完成。第2行第1针织划针，再织一个下针，然后加1针，往后每次在反面都是一一对应织上针。在正面第1针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织完后再加1针。按照这样的规律一直织到倒数第3行，也就是加针后针数达到需要的。最后再不加不减织2行，也就是最后一行在正面编织。现在小样第11个织片就织好了，继续织第12个织片。这个织片的针法与第4个织片完全相同，大家可以参考第4个织片的演示进行编织。每次在反面结尾并针时，都是与第11个织片的线圈进行并针，直到将所有线圈并完。再往后第13、14、15个织片，针法都与第5个织片完全相同。第16个织片，第1行就是在第8个织片的侧边挑针，这里是反面编织，因此挑织上针，结尾不需要并针。每次正面第1针织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下针，反面第1针织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上针，最后一行在反面编织。
第17个支片与第7个完全相同。第一行是在第16个支片的侧边挑织上针，从第3行开始，每次反面最后都要织一个左上并针，直到剩下一个线圈。大家参考前面的演示，结合图纸将前17个织片织完。现在小样已经织好了前17个织片，继续织第18个。这个线圈就是第一行的第一针。继续在上一个织片的侧边挑针，挑够针数即可。完成后，每次反面第一针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上针，正面开头减1针，然后全部织下针。一直织到最后一行，也就是剩下一个线圈。现在第18个织片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的第19个织片针法与第8个完全相同，第20个织片与第9个完全相同。大家继续将这2个织片织完。织完后，继续织第21个，前2行与上一个织片一样，我已经织好了。从第3行开始，每次正面开头都要减1针。中间一一对应织下针，这一侧继续与这里的线圈并针，反面不加不减编织。对照图解，一直织完倒数第2行。完成后，最后一行在正面织一个左上3针并1针，也就是从左往右同时穿入3个线圈，织一个下针即可。左上3针并1针完成，第21个织片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第22个织片与第8个织片针法相同，第23个与第9个相同，第24个
与第4个相同，第25个与第5个相同，第26个与第16个相同。大家对照图纸将这几个织片织完。织完后，我继续演示第27个。首先翻到正面，边织边起下针，穿入这2个线圈之间织一个下针，套在右针上。这是起的第1针，继续穿入2针之间，起第2针。用记号扣将起的针数与原有的线圈隔开。继续按照这样的方法起针，起到需要的针数。现在我已经起好了，开始织第1行，在正面全部织下针。完成后翻面，第1针划针，然后一一对应织上针，最后一针与第20个织片的线圈合并。往后反面、结尾都要与这里的线圈合并，直到将这个织片的线圈并完。现在我已经织好了第27个织片。接下来第28个织片与第5个相同，第29个和第38个都与第7个相同，第30个与第21个基本相同，只是第30个的第1针，不需要挑，直接就是上一个织片剩下的线圈。最后同样织左上3针并1针，再往后第31个与第8个相同，第32、33个都与第9个相同，第34个与第21个相同，只是织完这个以后要断线。小样这里织好了第34个，断线。拉大线圈，将线头从线圈中穿过，拉紧。第35个需要重新取线，起1针，也就是将线打一个活结，
套在针上即可。接着织第一行，将这个线圈与第33个织片的这个线圈合并，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。往后行数都与第4个织片相同，大家继续将这个织片织完。再往后，第36、37个与第5个相同，第38个也与第7个相同，第39个与第30个相同，最后2个都与第21个相同。最后一个织完后不断线，这样主体就讲完了。继续织前片下摆，翻到反面，这个线圈算第一针，然后在这3个织片的边缘均匀挑织上针，总针数与后片针数一致。现在小样第一行就调好了，接着对照后片下摆的第1到16行织完。小样这里行数较少，并且中间也没有织交叉针花样。织完后需要进行收针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收针方法。先织2个与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我这里就是织2个上针，然后将前一针盖过后一针，接着捏住线圈底部，将针从线的上方再穿回线圈，也就是变换了线的位置，织一针与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也就是织一个下针，收一针，后面都是要织与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进行收针。织下针时要保证线在针的下方，因此这里线不动。继续织一个下针，收一针，下一针要织上针，这里要变换线的位置，确保织上针前线在针的上方，收一针，继续织一个上针，收针，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收针。边缘一针如果看不清下方纹理，就可以不变换线的位置，线在下方就织下针，
线在上方就织上针，我这里边缘一针，下方是下针纹理，织上针收掉。最后可以预留长线头用于缝合，线头不宜超过1米，太长不方便缝合。如果不够，中途再重新取线缝。这样前片下摆也讲完了。接下来需要将身体两侧及袖子分别缝合起来，可以先缝预留线头的这一侧。缝合前，用几个记号扣将织片临时固定几个点。大家实际可以多固定几个点，然后将线头穿好缝针。缝合是在正面进行的。下摆这一段，每次挑边缘两针的横向度线缝合。可以每次挑2根。这里是边缘第1针，这是边缘第2针，这是边缘第1针，这是边缘第2针。这个就是边缘2针之间的横向度线。大家缝合时，确保缝好后前后下摆大致是对齐的。
现在下摆就缝好了，接着缝合身体位置，也就是将这2个三角织片的斜边大致对齐缝合起来。可以每次挑几根线缝合，边缝边注意，大致均匀。身体缝好后，腋下这里可以根据情况多缝几针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大洞。然后继续将袖子位置也缝完。缝好后，将线头藏一下。大家也可以多藏几针。现在小样一侧就缝好了，另一侧重新取线，按照同样的方法缝合起来即可。这样缝合也讲完了。接着织袖边，袖边第一圈是在袖口均匀挑下针，具体针数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需求调整，确保针数是4的倍数。袖边是圈织的，针数较少，因此用棒针编织。可以从腋下这里开始挑针，棒针编织时，每次换针后的第一针都要稍微织紧一点，防止有明显的换针痕迹，影响美观。
现在小样第一圈就调好了，接着我用这个小样讲解第二圈，这一圈需要均匀减针。第一针织下针，然后织一个上针左上并针，再织一个上针，接着织一个左上并针，一个下针，继续对照图纸将这一圈织完。完成后，从第3圈开始都是不加不减编织，先将前几圈双螺纹织完。小样圈数有省略。织完后开始编织交叉针，编织过程中，如果需要交叉的线圈位于2根针上，先将线圈转移到同一针上再织。接下来，大家继续对照图纸织完剩余圈数，织完后进行收针，小样已经收好了。收针方法与前片下摆相同，都是编织与下方纹理相反的针法，根据需要变换线的位置。完成后，预留15厘米左右的线头断线。将首尾缝几针，确保没有明显的凹口。另一个袖边按照同样的方法完成，这样袖边就讲完了。接着织领边，可以从后面这个3角织片的斜边开始，
挑下针，同样用棒针编织，在这3个织片的边缘均匀挑针即可。针数可以根据需求适当加减，同样确保总针数是4的倍数。调好后，对照图纸圈织。注意，这里中间连续3圈是交叉针，与下摆略有不同。全部织完后，按照袖边的方法收针即可。到这里，这款衣服就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